全球冰封末日求生，保安大叔为张译挡过子弹，张译给他带来了一个老婆，一个40多岁的老光棍，没钱娶老婆。此时听说张译特地帮他找了个老婆，尤大叔简直乐开了花。人在哪呢？快让我看看。张译看了看门外，就在外面呢。尤大叔闻言反倒是有些不好意思，张译啊，我们家啥情况？你跟他说了没有啊？张译心里面那个大无语，不愧是40多年的老光棍，这种时候还不好意思，你不光棍谁光棍啊？没事，情况他都了解了，人家愿意跟着你过日子。二人来到客厅，周可儿正和周海美聊得起劲，听到动静，周海美扭头望过来，他和尤大叔正好对上眼。尤大叔看清楚周海美的样子，一时间有些疑惑，不过马上就想到她是谁，惊讶的张大了嘴巴。你难道是周海美？周海美见到眼前憨厚老实、皮肤黝黑的男人，心里面轻叹了一口气。从审美的角度来说，眼前的男人不是她好的那一口，但是眼下她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周海美大大方方地站起来，走过来笑着说道：“你好，你是尤先生吧？”尤大叔飞快地点头，像是个无情的打桩机器。张译道：“二位今天就算是认识了，以后在一起过日子，彼此之间互相关照，帮对方解决各种方面的烦恼，事急从权。客套的话我就不多说了，这栋房子就作为你们的婚房，你们踏踏实实的住在这里。我和周可儿暂时搬出去，不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张译不想玩那些相亲见面的把戏，省得浪费时间。而且从尤大叔那兴奋的眼神当中，张译看得出来，他很希望与周海美二人单独交流。而尤大叔听说张译要把房子留给他住，还有些不好，啥意思？是我怎么说才好了？这房子是你的心血啊！张译却说道：“我找到了新的住处，这里空着岂不是浪费吗？你住在这里，就算是帮我看个家了，我也放心。”他在岳麓小区的记忆大多是血色的，虽然杀的那些人大多该死，但也有过误伤。离开这里，换一个环境生活，对他的心理健康来说很有必要。张译凑到尤大叔跟前坏笑道：“而且大家现在还住在一块儿，有些事情不是很不方便吗？”尤大叔舔了舔干燥的嘴唇，连连点头，表示张译说的对。张译把尤大叔喊到了一边，给他交代其他的事情。走之前，有些事情我得交代你一下。首先是异能这个东西，你要自己去锻炼和挖掘，它有巨大的潜能与提升空间，能力越强，自保的能力就越强。其次是个人安全问题，对这个小区里的邻居一定不能有任何的心软。这1个月以来，你也见过复杂的人性了，所以轻易别相信他们，更不要同情他们。说到这里，张译伸手指了指周海美的方向，尤其不要耳根子软，让一个女人影响了你的思路。有实力的男人不会缺少女人的，你得清楚谁才是一家之主。尤大叔听得连连点头，不过他到底有没有放在心上，张译就得看他自己的了。很快，周可儿就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完了，都是些私人物品，他个人的东西不多，反倒是张译给他的各种丝袜还有内衣倒是塞满了一个皮箱。张译把东西塞进一空间里面，走之前他又把厨房塞满了，这些食物起码够尤大叔二人吃上2个月。离开家门，张译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房子，这个安全屋造价800万华币，曾经帮助张译在一次次危难当中存活了下来，如今看来已经显得窄小而又简陋，但是这1个月的记忆注定会刻骨铭心。尤大叔和周海美二人把他们送到了楼下，临走的时候，张译看了一眼那辆雪地摩托车，他微笑着对尤大叔说道：“以后自己出去找食物，没有个交通工具可不行，这辆车送你了，以后有空也可以去我那里玩。如果以后张译遇到了麻烦，需要让尤大叔帮忙，有这个他才能第一时间赶过来。”尤大叔被张译的慷慨感动得热泪盈眶，连连摆手拒绝：“不行，这绝对不行！张译，你给我的东西已经太多了，我不能再要了。”张译却很认真地说道：“你得为将来着想。可是你把这个给了我，你怎么办啊？”尤大叔一脸的不放心。张译耸了耸肩：“我随便一点就可以了。”他走到门口，右眼一阵白光闪过，顿时在雪地上出现了一辆4轮的雪地车，是雪地车而不是雪地摩托，银灰色的流线型车身，外观不亚于超跑。前面2侧是红色的雪橇，下方则是3个轮子加履带组成了轮组。车内空间很大，前后2排都可以坐人，还非常宽敞。如果抛开下面的构造不论，上面几乎就是一台超级跑车。它的出现，再对比一下旁边那辆雪地摩托车，差距简直不要太明显，完全就是法拉利与铃木摩托车之间的差距啊！尤大叔、周海美以及周可儿都看得有些傻眼。好家伙，你管这玩意叫随便？张译叹了一口气，对尤大叔说道：“我忍痛割爱，把心爱的摩托给你了，也只能勉强开一开这个。我是真不爱这玩意，耗油量太大了。不过没办法，谁让咱们是好朋友呢？啊，对，他撇着嘴，心里面有1万只草泥马在奔腾。这就是空间系能力者的优势吗？真让他羡慕。”张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龙旋风，一道雪龙卷朝着雪地车撞了过来，周可儿吓得脸色发白。在这种自然的力量面前，人的力量实在是太过渺小了。张译什么话都没有说，这一刻他已经确定这并非什么自然现象，而是有异人在对他出手。冷静，一定要冷静，这种时候一旦慌乱可就完了。我的能力是绝对防御，只要我不慌乱，对方就没办法杀掉我。面对那摧枯拉朽般袭来的巨大雪龙卷，张译立刻在雪地车的前方打开了次元之门。次元之门的距离是在张译身体周围3米以内，刚好可以遮挡整辆雪地车前后方位。龙卷风瞬间来到跟前，周可儿惊恐地闭上眼睛，发出一声尖叫。可是瞬息之后，那巨大的雪龙卷消失在了原地，大地上恢复了平静，只有雪花还在飞舞，缓缓落向地面。不远处的雪堆后面，徐春雷满脸错愕，本来势在必得的一击，怎么就突然之间消失了？无法理解，他不知晓这是怎样的一种能力，可以抵消掉他强大的雪龙卷攻击。而用了这一招之后，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了许多。显然，这种控制大量冰雪的招数，对于他而言消耗也不小。旁边2个手拿土枪的徐家人见状，低声问道：“
春雷，你还好吗？徐春雷咬着牙说道：“我没事，只是这个家伙果然不好对付，他肯定也是能力者，而且我搞不清楚他的能力。”撤！旁边二人闻言，连忙要带着他离开。而雪地车里面，张毅已经戴上了战术目镜，从异空间取出突击步枪，咔嗒一声，子弹上膛。张毅要趁现在对暗中的敌人发动反击。战术目镜戴上之后，开启了夜视能力，一切有热能反应的物体都会被显现出来。很快，张毅就看到几百米外出现的3个人形红色物体，他们在怒江的对岸。张毅迅速的打开车门下车，然后举枪对准那3个人就射，啪啪啪啪，子弹贯穿了空间，从徐春雷几个人身旁擦过去，一个人的大腿瞬间被贯穿，他手里有突击步枪。那个人痛苦的喊道。徐春雷瞳孔猛地一缩，转头望向了对岸，隔着几百米的距离，二人眼中的对方都只有一个小点，距离太远了呀。张毅淡淡的说着，然后迅速把突击步枪收了起来。即便有精准射击的辅助瞄准，可枪械的性能以及风向的影响，依旧无法让他精准的命中目标。于是他把自己那把心爱的大狙掏了出来，对准了对岸3人当中中间的那一个。那个人的身上红外反应格外的明显，徐春雷似乎提前察觉到了危险，他右手在面前狠狠一挥，大片的冰雪螺旋飞舞了起来，在他们3个人的周围形成了大片的雪雾，遮挡住了张毅的视线。战术目镜当中的热能反应消失了，张毅的枪出现了刹那的停顿，虽然同样把子弹射了出去，可是直觉告诉他失手，但是他没有停止，而是打开了次元之门。徐春雷使用在他身上的雪龙卷被张毅还了回去。徐春雷看到这一幕，满眼错愕，他怎么会用我的技能？难道他是复制忍者卡卡西吗？雪龙卷后发先至，撞碎了漫天的雪雾。徐春雷此时也顾不得身体的虚弱，连忙控制更多的冰雪来抵挡这股力量。漫天的冰雪撞击在一起，发出了十分沉闷的爆鸣声，随之而来的是漫天的雪雾飞舞，如同溅起漫天的烟尘，弥漫在陆江上空，所有的视野都被挡住了，根本没有开枪的机会。张毅皱起了眉头。通过这短暂的交手，他已经明白对方对于能力的应用并不娴熟，而且第2次出手的时候，他的力量已经变弱了许多。张毅收起了自己的大狙，他谨慎地后退了几步，然后上了雪地车。有本事的话，你们就追过来找我报仇，不过下一次可就是在我的主场了。张毅没有恋战，而是驾驶着雪地车迅速地离开这里，朝着云雀庄园开去。陆江的对岸，徐春雷面如金纸，眼睛里写满了恐惧。自从他觉醒异能力以来，帮助徐东村建立了在徐家镇的霸主地位，周边几个村子都被他一个人收拾得服服帖帖的，还是第一次他的能力被人破得干干净净，差一点连命都留在了这里。剧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不是主角吗？2个情敌的第一次见面竟然出奇的安静，反而是男主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因为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是娱乐圈的顶流女明星，一个是医学世家的天之娇女，自己救下来的2个女人还是表姐妹。而周可儿对他的态度并不是很好，似乎有些怨愤。经过张毅的一番询问，他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杨幂的母亲姓周，按辈分来算是周可儿的姑姑。周家和杨家都是有名的书香门第，家族当中人才无数。周家在医学领域非常厉害，家里面很多都是国内外医学界的大佬，而杨家同样也是出过许多教授，甚至杨幂的爷爷曾经担任过华国清远大学的校长。而矛盾点就在于杨幂选择进入娱乐圈。对周杨2家而言，家里出了一个戏子是有辱门风的事情，尤其是一个姑娘家进入娱乐圈这个大染缸，名声就算是败坏光了。周可儿一想到这个就生气，因为她的事情，圣经上层的圈子里很多人都在嘲笑我们周家，甚至我自己也没少因为有个戏子表姐被人拿来开玩笑。你说我能不生气吗？杨幂轻声一叹，可是我喜欢演戏，喜欢被人众星捧月的感觉，有错吗？周可儿闻言冷笑了一声，阴阳怪气的说道：你要是成名成家也就罢了，偏偏又是靠着身材出名，自己为什么能火？你心里面没数吗？杨幂被周可儿对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她自己也知道出身那样的家庭，做一个靠身材谋出位的明星是有辱门庭的事情，所以对周可儿这位表妹，她心里面也有歉疚。尤其是现在自己竟然做了表妹男朋友的情人，更让她没有脸面对周可儿。关键时刻还是张毅站出来打圆场，过去的事情以后就不要再提了。这里以后没有什么书香门第的小姐，也没有什么顶流花旦，你们只是共患难的邻居。张毅的口吻带着不容反驳的压制力，纵然周可儿对杨幂有些怨言，也只好忍耐下来。接下来的日子总体还算是平静，基本每天在家要么就是打牌，要么就是玩玩游戏，还有就是去体育场锻炼自己的异能。3个人的生活过得很舒适惬意。张毅以为这样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可是突然有一天，一通电话打破了这份平静，因为铃声不是来自语音电话，而是手机拨号，这非常的反常。正当他还在疑惑时，一个悠悠的声音从手机里面传来：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那个号码拨过来之后，竟然自己接通了。张毅感觉一阵头皮发麻，但是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这种情况虽然匪夷所思，但仍然可以解释，只要对方是一个黑客的话，就有可能做到。你是谁？张毅冷冷地问。那个人没有回答张毅的问题，而是自顾自地开始说出一些信息。张毅，天海市金湾区人，家住岳麓小区25号楼2401房间，出生于2025年，今年25岁。对方停顿了2秒钟后继续说道：你现在就住在云雀庄园101房间，那栋房子是属于王思明的，
他已经让你给杀死了吧？张毅眸中闪过一抹寒芒，没想到对方竟然还知道他现在的住处。张毅微微眯起眼睛，他现在的住处是不希望任何人知道，多一个人知道就等于多一分危险。你是谁？找我又有什么目的？那个人察觉到了张毅的语气变化，以为抓住了张毅的把柄，不由得得意了起来。我是你现在的邻居，我就住在云雀庄园。不过你最好别打歪心思，否则的话，我随时都可以将你的信息曝光出去。我想你也不希望自己住在这里的事情被其他人知道吧？张毅恍然大悟，怪不得那个人会找到他，而且费心费力的查出他的个人资料。如果对方在云雀庄园的话，那就好办了。张毅可以找到一个机会把他干掉，从而彻底解除后患。你打电话给我就是为了说这些吗？说吧，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对面的人说道。很简单，我看到你手里的物资不少，而且还有多余的物资养女人，所以希望你能够分我一部分吧。分给你？凭什么？张毅冷笑了起来。你觉得就凭你手里的这些东西，能让我给你送物资？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信息曝光出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要是不怕死的话，就尽管曝光出去好了。电话那头的男人语气有些讥讽。可是，如果让人知道你手里有沃尔玛仓库丢失的那些物资，你觉得这件事情又会怎么样呢？沃尔玛仓库这几个字让张毅变得谨慎了起来。当初他在末世降临3天前，一举掏空了整个沃尔玛华南仓价值100亿的物资，那些物资足可以维持一座1000万人级别的城市1周的消耗。落在个人手中的话，活10辈子都未必使用得完。那么大的一座仓库，即便你只贪墨了一个货架，都够你用上1年了。他厚厚的 Lotus 眼睛下面，小眼睛闪烁着睿智的光芒。我也不怕告诉你我的名字，智云集团，陆丰达。这个名字你应该听说过吧？男人坐拥100亿物资，却不敢让人知道，因为现在全球末日冰封，哪怕一包泡面都能让人为之疯狂。然而这时候却有人声称知道他的一切，要是不分给他一杯羹，就将事情公之于众，在末日里成为众矢之的，可不是什么好事。男人起初并不想理会这种陌生电话，因为没有人会相信整座沃尔玛的失窃会是一个人只花1个小时就完成的。可如今他不得不把心提到嗓子眼，因为对方是智云集团的董事长陆丰达。作为国内信息领域首屈一指的大佬，这样一个人物想要获取某些信息简直轻而易举。不对，张毅心生警惕。如果他可以操控自己的手机，那整个庇护所都是用超级电脑控制的，会不会已经被黑了？的确有这种可能，但是庇护所是由世界顶级安保公司打造的，造价10亿美金，具备独立的大型服务器。讲道理，应该会考虑到网络安全防护问题。如果真是这样，他也没有必要通过手机来联络张毅，而是直接控制庇护所的网络系统，向他示威了。张毅的目光冷冽，心中却对那个人充满了忌惮。沃尔玛华南仓库失窃的案件对他来说是绝对不可以外泄的，一旦被外界知道，恐怕到时候会来找他麻烦的就不是普通人了。他继续对陆丰达说道：“原来是陆先生，久仰久仰，怪不得可以黑进我的手机。为了生存，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张毅，你手头的物资不少，既然能够养活2个女人，那多养一个我也不是问题。只要你提供给我维持生活的物资，我就帮你保守这个秘密，而且我还可以帮你维护网络安全，让你不再被人黑。你看怎么样？”张毅当然不会承认沃尔玛仓库失窃与他有关系，很可能陆丰达也只是在诈他而已。但是在没有有效的对策之前，张毅还是答应了陆丰达的要求。张毅知道陆丰达是有这个能力把消息散布出去，而且很可能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手里有沃尔玛仓库失窃的物资。远的地方不说，整个天海市的人都会渴望得到他手里的物资。如果深入的查下去，甚至有可能让他的空间系异能暴露，到时候可就全完蛋了。张毅知道天海市还隐藏着许多强大的势力，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物都在地下藏着呢，他们的手里还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光是张毅知道的，就有地方驻扎的部队以及一些安保人员。即便是有强大的庇护所，张毅也不希望惹来那些麻烦。见到自己的目的达到了，陆丰达高兴地大笑了起来，然后他开始提要求：“我需要吃的、白酒，还有内衣、棉袜，这些东西你给我送来。”张毅问道：“那些物资我要怎么给你？”陆丰达犹豫了一下，说道：“我住在302号别墅，你把物资送到我门前来，千万不要跟我玩心眼，要不然的话，我就把你的消息曝光出去，到时候让你住得不安生。你放心好了，我现在日子过得非常舒坦，也不希望给自己惹麻烦。”说完之后，张毅挂上了电话，眼睛里面的杀意浓郁的吓人。他竟然被别人给敲诈了，这个陆丰达必须得死，绝对没有第二种可能性。张毅做了几个深呼吸，他揉了揉脑袋，觉得自己现在无法保持冷静，思维模式也处于过热的状态。想到这里，他离开了地下室，去找周可。他把陆丰达的事情简单的给周可讲了一遍。周可听完之后，也是觉得事情有些麻烦。我接触过一些这种人物，他们或许没有普通人想象的那样算无一策，但是智商水平绝对相当高，同时道德水平也相当之低。一个道德水平太高的人，是无法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张毅点了点头，这个我当然明白。我想杀了他，但是我担心他会有什么后手等着我，这是我不敢下手的原因。可是让他活着，就代表我得一直被他勒索，这种事情我绝对无法容忍。周可儿皱起了眉头，他轻轻咬着粉嫩的手指，喃喃道：“这样的话可就糟糕了。我之前有听说过一件事情，一位互联网领域的大佬和一个贪官利益勾结，后来贪官被查，就查到了互联网大佬那里。贪官为了消灭证据，对那位互联网大佬下手，找人杀死了他。但是最后，互联网大佬手中的证据直接在网络上被曝光了出去。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也就是说，即便你杀了他，或者都无法阻止我们的情报外泄，2个人谁都想不出好主意。这个时候，杨幂从植物园回来了，
杨幂社会经验较为丰富，又是自己当老板的，说不定能帮忙出点主意。张毅简明扼要的把事情对他说了一遍，杨幂听后长叹了一口气，这就是所谓的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呀。我们娱乐圈的人也算是饱受其害了，真是可恶。杨幂一句漫不经心的说话，把张毅的疑惑解开，他的脑海当中灵光一闪，似乎抓到了什么。等一等，你刚刚说造谣？对啊，他对外散播你的消息，不就跟娱乐圈那些无良媒体造谣明星一样吗？他的手里也没有什么有效的证据吧？张毅蹭的一下跳起来，直接亲了他一口，眼里的光芒瞬间变得雪亮起来。一个计谋在他的心中开始成型，然后他就来到了控制室的超级电脑旁。计算机的知识他懂得不多，但是也勉强够用了。比如说，在天海市仅存的几个城市论坛发帖，以及利用群发软件给每一个人发送讯息。沃尔玛华南仓物资失窃之谜已被证实是沃尔玛监守自盗，提前将物资转运回国。沃尔玛仓库价值上百亿的物资到底去了哪？根据目击者回应，当天夜里有武装部队出现，绝密押运。警方对于此事闭口不谈。揭秘：天海市最大一宗物资失窃案与此次雪灾有直接关系。有目击者看到外星飞碟。张毅苦思冥想了一阵子，构思出来各种花里胡哨的新闻。想要掩埋真相，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埋进一大堆的谎言当中。那么就没有人能够分辨其中的真假。张毅按照陆丰达的要求，把需要准备的物资放进一个帆布包里面，然后把帆布包放在了302号别墅的门前500米开外的距离。一把缠着白色布条的狙击枪赫然出现在他手中。做好了一切准备以后，张毅掏出手机给陆丰达发了条消息：东西已经放到你的门口了，应对的手段我只能做到这里，至于能不能成功，那就看天意好了。张毅做好了应对最坏结果的准备，但是陆丰达这个人必须得死。全球冰封末日求生，张毅在自家周围埋了30颗手雷，现在任何人想靠近101别墅，不付出10几条性命都不可能。做到这种地步，应该就差不多了。他回头看了一眼黑色堡垒的庇护所，长达10米的通道，还有催泪瓦斯以及高达上千摄氏度能够融化钢铁的高温喷射器。至于最后一道防线，那就是张毅他自己了。布置完陷阱之后，3个人回到了房间当中。张毅想到了死去的陆丰达，然后说道：这栋别墅里面绝大部分区域都实现了自动化，如果有人可以黑进我们的控制中枢，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开这2扇大门。技术的进步有些时候也会带来巨大的缺陷，可是物理学的基础原理却不会骗人。张毅在通道上面安装了3道门栓，全部用直径10厘米粗的建筑用钢筋给插上，这样即便是有人突破到通道这边，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把这3条钢筋全部撞断。看着庇护所里里外外的布置，张毅的心里面踏实了不少。唯一让他不放心的还是网络安全这一块，如果能够有一个精通网络的高手在这里就好了。听到张毅这番话，杨幂的脸上忽然出现了一抹哀伤的神色。杨幂有一个堂妹就在天海市念书，名字叫杨欣欣。杨欣欣今年18岁，就读于天海市有名的贵族学校天青学院。她从小身体不好，因为患有小儿麻痹症，所以双腿瘫痪。不过她的头脑却异常的聪明，对于计算机更是有着可怕的天分。据说她16岁的时候就拿遍了国际计算机领域的大奖。而根据周可儿所说，她背地里还是一名世界顶级黑客。张毅听完周可儿的叙述以后，也是忍不住有些感叹。杨幂表情痛苦的闭上眼睛，她已经失联很久。雪灾来临之后，我尝试着联络过她，但是一直都没有她的消息。以她的能力，如果还活着的话，一定有方法联系到我。如果联系不到，那就只能说明杨幂的声音有些哽咽，眼眶湿润的别过头去。张毅想了想，抬起头对杨幂说道：会不会是人家懒得搭理你？杨幂本以为能得到张毅的安慰，没想到他能问出这种无厘头的问题，气得他小脚直跺。距离云雀庄园52公里向西的方向，属于西山区。从上世纪60年代起，天海市官方就开始在各地打造避难所。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防空，甚至防 H 攻击。根据相关方面的数据，天海市如今一共有356座避难所，但是绝大部分的避难所只是简单的防空洞和地下应急避难场所，其中并没有大量的食物。避难所建造的也比较简单，这些都是给普通城市居民使用的。有普通的避难所，那么自然而然就会有军用以及专门留给官方高层人物使用的特殊避难所。这些地方无论是安全级别还是物资供应，都远远超过了普通的避难所。在西山的地下200米就有这样一座避难所，虽然整个西山都已经被白雪所覆盖，但是此时的地下却依旧生活着大量的人。这座地下机构格外的庞大，里面有足以容纳上万人的巨大空间，堪称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地下城。通体是采用最结实的合金打造，如同一座地下的太空堡垒。此时，西山组织领袖的办公室内，红木办公桌后面，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梳着背头的中年人正在看手中的文件。他是原天海市高级官员，如今的西山组织首领陈希年。陈希年翻阅着手中的文件，眼睛偶尔看向桌子上的电脑屏幕。基地的能源问题还是不好解决吗？电力供应可以让第4生命舱的人去发电，但是无法获得大量化石燃料的话，部队这边的出行仍然只能够通过步行和狗拉雪橇，而且光是靠人力来发电，远远无法弥补基地未来的电力空缺。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秘书葛柔敲门走了进来，把一份报告放到他的面前。领袖，关于之前接收到的信息，我们已经查出了结果，大部分消息的发布地址在鹭江区云雀庄园101号别墅，不过其中却有一条消息是来自智云科技董事长陆丰达的手机，地址在云雀庄园302号别墅。
陈锡年的手只敲了敲桌子，思考了片刻之后说道：“过阵子派几个人去那边看一看吧。陆江那片区域我们也没有搜查过，说不定可以找到一些物资。”葛柔点了点头，是我马上安排几个人过去调查。这种小事，陈锡年也没有如何放在心上。徐家镇、徐东村这里的村民也收到了那几百条消息，对于长久消息闭塞的他们而言，这些消息与垃圾短信没有什么区别，也没有如何放在心上，反而是因为一直有消息提示，让他们气得骂娘。只有一个人把他当做了一回事，那就是徐东村的最高战力冰雪系能力者徐春雷。徐春雷作为死宅，对计算机的应用还是有些门道的，所以空闲之余，徐春雷就开始对那些信息进行分析。我找到了。徐春雷坐在电脑前，神情激动地说道：“沃尔玛仓库失窃案，价值上百亿的物资在一夜之间被人给搬空了。我原本以为这是一场贼喊捉贼的闹剧，可是现在看来，这个叫张毅的男人非常有嫌疑。二次元宅的脑洞可是非常大的。那天战斗的时候，我的攻击突然就在他面前消失了，但是后面他竟然又把我的攻击释放了出来。”徐春雷的眼睛越来越亮，我明白了。他肯定是空间系能力者，而沃尔玛仓库丢失的所有物资极有可能都在他的手里。这样一来，即便是他能够拥有南方罕见的豪华雪地车，也就容易理解了。空间系，他竟然拥有空间系的能力，卧槽，羡慕啊！跟他的能力比起来，我的吹雪明显差了不止一个 level。难道说他才是主角，而我是反派？徐春雷意识到自己与张毅实力的差距，心中产生了畏惧的想法。我以后绝对不能和他作对，最好是能跟他交个朋友。对了，不光是我，还得警告全村的人，以后都不要去招惹他。徐春雷当即就把自己查到的事情和徐东升说了一遍。三爷爷，这个张毅非常厉害，他的能力也克制我，咱们千万别跟他产生矛盾啊！徐春雷好心好意的提醒徐东升，但是当徐东升听完这番话的时候，却被另外一个消息给吸引到了。他盯着徐春雷，眼睛里闪烁着是块狡猾的光芒。你是说，当初闹得沸沸扬扬的沃尔玛仓库失窃案，实际上是他干的，而且那丢失的价值百亿的物资也在他的手里？徐春雷没有什么心机，加上此时着急，便点了点头说道：“根据我的分析，这种结果是最有可能的，除非是空间系的能力者，否则根本做不到在短时间内搬空一个巨型仓库。”得到徐春雷的确认，徐东升眼睛里的光芒更加亮。全球冰封末日求生，几百个村民一起围攻我的庇护所，可是他们不知道，我提前在庇护所周围埋下了大量的陷阱，很快冲在前面的人就中招了，脚底下踩着一块木板，而木板上面全都是密密麻麻的锋利钢钉，从脚面上穿透出来7、8厘米。脚受伤的村民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此严寒的温度之下，受伤又如此严重，很有可能性命不保。快把他抬回去！这支队伍的领头连忙吩咐人把他抬走。一群人愤怒地咒骂着张毅，卑鄙小人，竟然在雪地里放了陷阱！快去通知其他人，路上小心一些，地上有钉板，别再中招了。这支队伍的领头当即让人通知所有人。徐东升坐镇后方负责指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即下达命令，小心行事。那个男人已经有准备了，不过这种小儿科的陷阱可难不到咱们，让大家缓慢推进，用棍子和树枝先探路，把那些陷阱给清理掉。6支队伍分别从6个不同的方向，打算以包围的形式进攻张毅家的庇护所，继续前进，把这些钉板全给扔到路边。而负责清理陷阱的村民也得到了鼓励，加快了清理的速度。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手中的棍子感觉到一股至长的阻力，似乎碰到了绳子，埋藏在雪中的钢丝被触发了，轰的一声巨响，钢丝扯掉了手雷上的拉环，剧烈的爆炸声响起，火光冲天，当场把附近5、6个人给掀飞了出去。有炸弹！身后的村民吓得连忙往后退去，可是他们没来得及走2步，就感觉到胸口和脸上一阵剧痛，扒开衣服一看，胸口已经满是鲜血。他们虽然躲过了爆炸，但是没有躲过弹片的袭击啊！惨叫声响成一片，而且这边的动静也让其他队伍的人心神不宁。轰！又有一个人不小心触发了手雷陷阱，当场被炸死，炸伤了10几个。有炸弹啊！不能再往前走了，当即许多人吓得连滚带爬往回跑。可是雪地里面依旧埋藏着不少钉板，没有被彻底清理干净。惊慌失措的人们扭头就跑，在夜黑当中失去了方向。就这样，他们的脚踩到了钉板上面，顿时被锋利的钉板贯穿了脚面。有的人脚上踩到钉板以后，一屁股跌到地上，然后屁股又中了一块，钉板扎进屁股肉里，就像是钉在墙上一样，特别的结实。还有的人更惨，脸部朝地，钉子牢牢地扣进脑门啊！那个人痛得想死，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因为眼睛也被刺瞎了。绝望之中，他双手扯住钉板，拼命的想要往外拽，螺丝钉扯住肉，直接把脸皮都给扯了下来，上面还钉着一个血红的眼珠子。徐东村的人哪里见识过这样的场面？他们虽然跟隔壁村打过架，但最多就是搬砖和锄头往脑门招呼。但是械斗的目的是打服对方，争夺到物资和土地，而张毅布下的陷阱从一开始就只是单纯的为了要他们的命。到处一片哀嚎，血腥无比，慌乱中人挤人，原本可以有序撤退减少伤亡，但是现在反而造成了连带的伤害。许多不应该受伤的人被自己人给误伤，一下子徐东村的人就当场死了10几个，受伤20多。怎么会这样？所有人都非常不理解，他们之前在徐家镇周边战斗时无往而不利，从没有过如此狼狈的场面。终于有人察觉到了问题的所在，春雷没来。此话一出，众人恍然大悟，能够操纵冰雪的徐春雷，在这种冰天雪地里战斗的时候，就是个人形外挂。强的其实从来都不是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村子里有一个徐春雷。几个队伍的领头阴沉着脸，让所有村民暂时撤退。他们找到徐东升村长，
把春雷喊过来吧，这还有100多米的距离，不知道雪下面有多少陷阱，必须得叫春雷过来才行。徐东升的表情有些难看，当初徐春雷求他不要进攻张毅的庇护所，他痛骂徐春雷懦弱，而且放下狠话，不需要他徐春雷，徐东村照样可以拿下这座庇护所。可是现在第一波进攻就让村民们不知所措。庇护所的2楼，张毅手中抱着大狙，也在默默的等待着。冰雪系的艺人怎么还不出手？人太多了，他不知道哪一个是那名艺人，可是对方出手的话，他就能够迅速的锁定目标。从这里到那群村民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即便那个人忌惮他的能力，在更远的距离出手，只要不超过2000米，张毅同样可以将其狙杀。徐东升这边面对村民们给他施加的压力，他的老脸也挂不住。此时让他去求徐春雷，爷爷去求孙子，实在是做不到。徐东升呵斥道：“怕什么？没有春雷在，咱们就什么都干不了了吗？我们年轻的时候谁还没上山下过套子？没啥大不了的。大家伙不要着急，咱们一步步前进，把所有陷阱都给他拆掉。他人就在这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徐东升为了自己的面子，选择和张毅正面硬刚。村民们面面相觑，心中忐忑不已。可是雪地里面都是陷阱，还有炸弹，咱们怎么破这个局？又有人说道：“还是喊春雷过来吧，靠他的本领，只需要稍微出手，就可以把这片雪地清理得干干净净，什么陷阱都能暴露出来。”周围的人点了点头，表示对他的想法十分赞同。徐东升的脸色慢慢变得通红，都是一群没出息的东西。看来咱们村除了春雷，其他人都是孬种，胆小怕事的软骨头。谁要是害怕的话，就滚回去好了，省得丢我们徐家的脸。徐东升这一番怒骂，顿时让面前的徐家汉子们面红耳赤，又羞愧又愤怒。三爷爷，我们不是孬种，有什么好怕的？我这就去把那个张毅抓起来，让你们瞧瞧。村子里的年轻男人们热血上涌，拿起工具就扭过头去清除陷阱。徐东升看到这一幕，才满意的点了点头。他们担心雪地当中还有这种陷阱，于是开始从远处挖掘冰块往前面扔，通过扔冰块铺路的土方法，让他们又清除了一部分的陷阱。张毅亲眼看着他们的一切举动，心中也是暗自留意，凡人的智慧果然是强大了。这种方法可以让大部分区域的陷阱都失效。不过高科技的装备就不是这种小儿科的手段能克服的了。待人群靠近别墅不到50米时，他果断地按下了手中的电子按钮，一声巨大的轰鸣在别墅外面的道路中间响起，一道冲天的火光从雪地深处爆裂，将黑夜之中的小区映照得亮如白昼。一大团五颜六色的烟花飞向空中，张毅眯起眼睛仔细看时，才察觉到那并非是什么烟花，而是衣服包裹着的破碎的躯体。地雷爆炸的位置刚好处于徐东村队伍的中间，这一炸，几十号人的身躯直接分家，一颗地雷直接让几十人吃席。在慌乱逃窜的过程中，钉板、捕兽夹这些最原始的陷阱，此时却给徐东村的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张毅看着他们张大了嘴，一脸痛苦地抱着自己的脚，捂着自己的胸或者脸，那些部分都被钉板深深刺了进去。有的人脸上就是一块木板，钢钉与螺丝不知道有多深，还有的人被捕兽夹夹住，为了挣脱拼命地挣扎着，脚直接被扯断了。他摇了摇头，无奈地叹了口气。这种地雷要是更多一些就好了，这样就能把这些人全都给炸死，省得让他们受罪。别墅外面惨叫声一片，凄厉的如同乌鸦云集的坟场一般。周可儿与杨幂见到此情此景，也是不由得后退了好几步，因为他们隔着玻璃看到有些人误打误撞地冲到井前，面目狰狞地向他们求救。一个只剩下半截身子的村民挣扎着爬过来，双眼死死盯着杨幂向他求救。杨幂浑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喉头突然涌上来一股劲，然后哇的一声弯下身子狂吐。即便是见惯了大场面的周可儿，也是脸色微微发白，侧过脑袋。只有张毅看到这一幕以后无动于衷，毕竟他经历过的生死太多了。正所谓生死看淡，不服就干，还有什么好怕？哀嚎声在云雀庄园的上空回响，那种惨状让活着的人吓得脸色发白，一些年轻人甚至被吓疯了，大叫着扭头往回跑，而还活着的人也被这一声剧烈的爆炸吓傻了。有的人陷入短暂的失明，有的人被爆炸震晕了过去，还有的人耳膜震破变成了聋子。在后方指挥全局的徐东升和其他几位徐家大辈，一个个表情呆滞，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就连眼睛都失去了光彩。他们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由于受到的冲击过大，大脑都陷入宕机的状态之中。一个精神失常的年轻人跑过来，一把抱住了徐东升的大腿，状若疯癫的吼道：“死了，他们都死了，都被炸碎了，胳膊、脑子全都碎了。三爷爷，他们全都死了啊，都死了呀！”徐东升听到他的这番话之后，大脑缓慢的开机，却是两腿一软，直接瘫倒在了地上。徐东村的人本来还指望他们几个长辈能拿个主意，没想到村长都精神不对了，他们就像是无头苍蝇一样，没有人指挥的情况下，只能惨叫着乱跑，而越是乱跑，死在陷阱中的人就越多。张毅在2楼看着眼前的一幕，心中已然确认那个冰雪系的艺人没有前来，他把手中的狙击枪收了起来。200米的距离，根本没有浪费子弹的必要。他右手一阵白光闪过，一把精致的复合弓出现在手里，同时还有2袋弓箭。张毅立身于黑暗，瞄准那些没有倒下的徐东村村民，毫不留情地开始了猎杀。嗖嗖嗖，3支锋利的箭足破空而出，有了异能的加持，
即便是冒着风雪，也不会影响到箭矢的轨迹。3个扭头逃跑的村东村村民，直接胸口中间被射了个前后通透。夜晚一片漆黑，张毅所在的2楼更是没有一点光亮。这3支箭射出去之后无声无息，下面处于慌乱的状态，没有人察觉到他们正在被猎杀。张毅不慌不忙，继续取出弓箭，有条不紊地进行射击。掌握了新技能以来，他还是头一次在实战中进行实验，而且通过射杀活体，让他对于这项技能的领悟也变得更加深刻。所有人都在他的射程范围之内，打算逃跑的人则是他优先射击的对象。嗖嗖嗖，箭矢无情地收割着一条又一条生命。很快被他亲手射杀的徐东村村民已经来到了26人。这个时候，周围的人才发现不对劲，有猎手！一个村民大声吼道。手持猎枪的村民急急忙忙地举枪瞄准，可是张毅用的是弓箭，没有枪火，更没有灯光暴露他的位置。黑夜之中，张毅有红外线战术目镜，他们却只能够通过肉眼来观察。这种对决完全是跨越时代级别的碾压。张毅看到有人举枪，毫不留情地优先杀掉那些枪手，同时他在面前展开了次元之门，一切从外射来的物体都会被异空间所吞噬。作为顶级的防御手段，异空间简直强得像个 bug。他打算杀光今天过来的所有人，一个不留。而就在这个时候，天空中的风雪一瞬间变得大了起来，漫天的雪暴遮挡住了张毅的视线，如同洪流一般横亘在庇护所与徐东村的村民之间。张毅放下手中的弓箭，眸中闪过一抹兴奋的神色。怎么现在才来啊？徐东村的那名艺人果然忍不住出手了。张毅立刻换上大狙，在这种程度的暴风雪之中，箭矢的威力已经不够看了。全球冰封，末日求生，村民们仓皇地逃了回来，狼狈不堪。许多人已经被惨状吓破了胆子，双眼无神倒在雪地里。伤员们的惨叫声此起彼伏，还有人在为死去的亲人哭丧。留守在家中的女人们看到这一幕，一个个都被吓坏了。他们原本以为可以迎接归来的英雄，还有大量作为战利品的物资，可是没想到去的时候有多雄壮的队伍，回来的时候就有多狼狈，而且人数竟然减少了近一半。我的儿子呢？我的儿子他在哪？小智，小智，等一下，我老公呢？他有没有出事？女人们惊慌地寻找着自己的父亲、丈夫还有儿子，无论是幸存者还是未亡人都悲痛欲绝。徐春雷站在冰雪的广场上，看着村民们的惨状，感觉格外的不安。明明我已经警告过了。徐春雷叹了一口气，赶紧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他不愿意面对这些悲痛的村民们，可是没过多久，就有人闯进了他的家里。徐春雷，你躲在这里干嘛呢？他的堂哥徐永志一把拉住他的胳膊，焦急地说道：“快跟我过来，三爷爷快不行了，他要见你呢。”一听说三爷爷徐东升快不行了，徐春雷也是吓了一跳，赶紧跟着跑去徐东升的家。等到他拖着肥胖的身子气喘吁吁来到的时候，徐东升的家门口已经挤满了人。人们见到徐春雷，眼神当中满是复杂，这眼神就让徐春雷感觉后背发凉。因为从这些村民的眼神当中，徐春雷没有见到任何感激的神色，反而只有埋怨，甚至是厌恶。嘿，一个同族的书板朝地上啐了一口，一个妇女抹着眼泪，咬牙切齿地说道：“春雷啊，我听说这一次咱们家就你没有跟过去，你为啥不去啊？咱们徐家就你运气好，有了非凡的本事，遇到事情你不想着打头阵，反而在家里面当缩头乌龟。你知不知道因为你害我们徐家死了多少人？”徐春雷冷汗直流，这个婶子一向强势，他也很害怕。又不是我让他们去的，我劝过了呀。徐春雷小声地说道，其他人却根本没有听见，或者听见了也不在意。家族里面死了这么多的人，几乎每一家都有男人阵亡，自然怨气很重。一群人七嘴八舌，伸出手指着徐春雷就指责：“当时你要是在的话，就用你那操控冰雪的本事随便弄一弄，都不至于害得大家被炸弹炸死。你的脑子里面到底在想什么东西啊？”徐春雷心里面有一股火气，他很想大声吼一句：“又不是我让你们去的，关我屁事！”可是平日里宅惯了，心里面想的再美好，真在家族长辈的跟前也做不到放肆。这个时候，一个戴着眼镜、梳着3、7分头的斯文老人走了出来。行了，老人一开口，其他族人们才收敛起自己的言语，但是眼睛依旧恶狠狠地盯着徐春雷。老人看了一眼徐春雷，意味深长地说道：“进去吧，三哥叫你。”徐春雷低着头，越过众人来到屋子里。房子是他用冰雪建造的，大雪来临之后，周围的人家都被大雪掩埋了，是他利用自己的本事帮每一家都盖了房子。冰雪具有很好的防风功能和保温功能，住起来感觉其实挺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屋内点火盆或者蜡烛久了会融化，需要时常修补。冰屋中的床上躺着奄奄一息的徐东升，他本来年纪就很大了，经过这次的惊吓，直接让他心神失守，硬生生被吓出了问题。看到徐春雷过来，徐东升的脸上露出愧疚的神色。春雷，你来了。徐春雷赶紧走到床前。三爷爷，徐东升虚弱的说道，都怪我没有听你的话，要不然咱们徐家的族人也不会死那么多。徐春雷鼻子一酸，被村里人那样指责，他的心中不知道有多委屈。好在村长理解他，他看着床边憨厚的小胖子，拉着他的手说道：“家族里的那些人，我已经跟他们讲过了，要埋怨就埋怨我这个老头子，这件事情不能怪你。我们这些普通人哪里斗得过那些有大本领的艺人？他们现在都死了家里人，或许会对你说些不好听的话，希望你不要怪他们，毕竟我们都是同宗同族，在这种时候得互相帮扶才能生存下去。”徐春雷闻言，心中也是有些感动。他点头说道：“三爷爷，我知道，我不会放在心上的。”徐春雷苦笑了一声：“我快要死了，临走之前只是放心不下徐家，怕我们这个家族断绝了血脉，所以春雷，三爷爷临走之前求你一件事情，希望你能够保护好徐家。春雷，爷爷走了，以后徐家就托付给你了。”徐东升说完这句话，朝徐春雷挥了挥手：“好了，你出去吧，我累了，想歇一会儿。”说完，徐东升缓缓闭上了眼睛。
然后脑袋一歪，溘然长逝。徐春雷赶忙喊来屋外的人，徐家众人冲进来，就看到已经闭上眼的徐东升，众人立刻哭作一团。而徐春雷发现无人在意他之后，就灰溜溜地走了出去。全球冰封，末日求生，徐春雷拼命救了几十个村民，可他们不但不感激，还说是因为他没有早点去，才害死了几十个村民。他的心里面特别的郁闷，造成今天这样的结果，难道是他的错吗？如果说是，可他明明提醒过徐东升很多次，而且最后也是他出手救下了剩余的人，否则以那位神秘而强大的张毅的做事风格，徐家村的这波人不会有一个活得下来。可如果说不是，假如他当时也跟着所有人一起过去，伤亡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大。怀着这样奇怪的心情，徐春雷迈着缓慢的步子，一步步往回走。三爷爷临死前还托付我保护徐家，可真要是那个杀神过来了，我也不是他的对手，怕是到时候也只能跑路。本以为觉醒了异能应该成为龙傲天才对，可为什么那么多麻烦的事情都来找我？我只想做一条躺平的咸鱼啊！徐春雷心里面想不明白。就在他垂头丧气的回到家门口的时候，却看到了一个女孩的身影等候在家门口。这个女孩18、19岁的年纪，穿着一身白色的长款羽绒服，帽子边缘是褐色的绒毛，在帽子下面露出巴掌大的小脸。她见到徐春雷就快步走了过来。你是春雷哥吧？徐春雷心里咯噔一声，身为一个2次元，他对于如何同3次元的女性交流有着天然的障碍，只是听到姑娘甜甜的声音，他的脑子就不知道怎么转了。啊，我是春雷哥，你是谁啊？虽然都是一个村子的，但是不熟悉的人也有很多。女孩甜甜的笑道，我叫徐丽丽，今天谢谢你把我爸爸救回来了。徐丽丽的眼睛里带着庆幸与感激。我爸爸说，如果不是你出手的话，他们都已经死在了那个地方。徐春雷迷茫的眼睛里面出现了一丝光亮，他不是罪人，他是英雄，他本来就应该是英雄。哈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徐丽丽笑着说道，我爸爸现在不太方便过来，让我来替他感谢你。说着，他低头不好意思地说道，抱歉啊，家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给你带来的，我只能空着手过来了。徐春雷连连摆手，没有，都是一个村的，用不着客气，你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过来找我就是了。徐丽丽同他聊了2句，然后挥了挥手，转头消失在了雪地里。看着徐丽丽的背影，徐春雷的心跳疯狂的加速，虽然没有看清楚那个女孩的脸，但是他感觉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她。徐丽丽不太熟，虽然都是徐家人，但是应该出了5福吧。这个号称绝对不会对3次元女人动心的宅男，毫不犹豫地违背了自己的性格。他抬起头，目光坚定地握紧了拳头，这个家以后由我来守护，我一定要给他和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徐春雷回到家里，思索着应该如何应对接下来的危机。2次的交手让他深深认识到了张毅的可怕，尤其是一点，张毅杀人的时候有一种纯粹的杀意，没有丝毫的迟疑，所布置的陷阱，所使用的武器都是以最有效的杀死更多人为目的。因此，徐春雷本能的在心里把张毅想象成了一个嗜血的大魔头。这一次他肯定动怒了，说不定以后就会来袭击徐东村，杀光村里的所有人。我可是答应过3爷爷保护村子，而且现在我有了爱情，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毁了我的幸福。可是到底怎么办呢？徐春雷可不敢去跟张毅硬碰硬，直到现在他都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人，最多就是在与邻村战斗的时候利用冰雪袭击他们。思来想去，他认为这件事情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那就是2个字：和谈。徐春雷想到这个主意，顿时内心无比的激动。我真是个天才，这么危险的想法我都能想到。不过为了保护整个徐家，还有徐丽丽，我豁出去了。他连忙坐到电脑前，打开电脑，开始寻找张毅的联络方式。丽丽她肯定是喜欢我的吧？对，一定是这样的。我可是救了他爸爸的命，按照电视剧里的发展，他肯定对我芳心暗许了。那么接下来就让他更爱我一些吧。这个死胖子疯狂脑补，其实人家就是单纯的过来跟他道谢，顺便和他这位艺人打好关系。不过死宅嘛，平日里根本没什么机会和现实的女人接触，哪怕是遇到了，也会紧张到说不出话来。因此，人家女孩子只要稍稍表现出一点点的好感，他就会把2个人孙子的名字都想好了。第2天上午，张毅出来，小心翼翼地把周围被破坏的陷阱给收拾好。威力最大的手雷陷阱和引爆式地雷已经触发过了，但是捕兽夹和钉板却扔得到处都是。除此之外，地面上留下了大量尸体，有完整的也有破碎的，顶板上不少都挂着血肉，看上去有些恶心。张毅本着不浪费的原则，把他们全都埋进了雪地里，然后重新布置手雷陷阱，就是那种威力最大的引爆式地雷已经没有，剩下的那一颗在熄灭的路上。大威力的武器，当初的军营没有剩下，此时8成在天海市某些特殊避难所的武装队伍手里。收拾了好几个小时，张毅才重新整理好道路上的陷阱。徐东村那里的人大概率是没有胆子再接近，这些陷阱就留着，等待可能会到来的第2批敌人。说来也可笑，徐东村的那些人连接近到别墅都没有做到，他们对张毅的威胁约等于0。如果不考虑那个冰雪系异能者的话，想到那个冰雪系异能者，张毅仍然是有些欣赏。对方和他某些地方十分相似，那就是怕死。自始至终，对方都与他保持了足够远的距离，并且在发现自己不是对手之后，毫不犹豫，果断地逃到了安全的区域。而且他所拥有的那种冰雪系的力量也太好用了，攻守兼备，还能改变地形，造成大范围的冰雪效果。马德简直就是网游里面的兵法，以后还是得找个机会把他弄死。这种人万一以后成长起来会是个大麻烦，既然不能成为朋友，那就一律当成敌人处理，必须得提前干掉。全球冰封，末日求生，张毅又在抢来的庇护所周围埋下各种手雷，布置完了陷阱，转身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周可儿与杨幂殷勤地走了过来，
帮他揉肩、捶腿。做完之后，杨幂对他的态度变得愈发亲近了，那不是表面上的敷衍，而是发自内心的想要靠近。认识到现实的残酷与自己的无力后，杨幂很聪明的选择依附眼前的男人。如果这样的生活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张译妥妥的人生赢家。就在这个时候，张译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电话那头一个激动的声音传来：“张译，你好，我是徐春雷，谢谢你接我的电话，能不能给我点时间？我有话想要跟你聊聊。”徐春雷，姓徐，你是徐家镇的人？确切的说，我是徐家镇徐东村的人，不过那个都不重要了。我这次打电话给你，是希望和你好好谈谈，咱们以后不要再发生冲突了，和解怎么样？张译听了之后，忍不住冷笑了起来。和解？你跟我开什么玩笑？他压低了声音，冷冰冰的说道：“从一开始到现在，可都是你们一直在跟我挑事，怎么现在打不过了就想求和？这个世界上没也没有这种道理吧？”电话那头的徐春雷顿时紧张了起来，他坐在椅子上，冷汗开始往外冒。实际上现在他的内心非常恐惧，把张译看作是一个强大的杀神。不，我的意思是希望得到阁下的谅解，这一切是我们村子做的不对，可是就看在我们未对您造成伤害，而且自己伤亡惨重的份上，您能不能宽恕我们？为了表示歉意，你有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出来，我就是那个跟你交手了2回的艺人。徐春雷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得到张译的重视。果然，张译知道对面那个声音磕磕巴巴的青年就是徐东村的冰雪系艺人之后，目光也是变得认真了许多。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我同意和解，你们徐东村能够满足我任何要求了？徐春雷嘿嘿一笑，只要不是特别让我们为难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那好啊，我想要的东西就是你徐春雷能让他念念不忘的，自然是徐春雷那潜力无限的冰雪系艺能。徐春雷听到张译的话之后吓了一跳，他惊恐地喊道：“你不要这个样子，我是个直男。”张译顿时翻起了白眼，就连周可儿与杨幂也是忍不住偷笑。白痴，你想什么东西呢？我是说，我对你的异能很感兴趣。这样吧，如果你是真心想要和解的话，就亲自过来一趟，让我看看你有没有与我和解的资格。说到这里，张译加重了语气，否则的话，3番2次对我的骚扰，我可不会容忍。你的能力对我无效，一旦我杀到江对岸，灭掉你们整个村子毫无难度。张译故意如此吓唬徐春雷道。果然，他成功的把徐春雷给吓到了。不要！徐春雷吓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在房间当中来回踱步，身体也在颤抖。面对张译，他实在是害怕极了。就算是灭掉我们徐东村，对你也没有任何好处啊！而且你也不要认为我们没有任何准备。张译嗤之以鼻，准备？我倒想看看你们拿什么来防我。别忘了，我有狙击枪，只要我愿意，根本不用靠近就能一个个杀光你们徐东村的村民。除非从今以后你们一步也不要出门。徐春雷紧张的不行，他好容易做了一回英雄主义的事情，就是希望靠自己的能力与张译达成和解，完成对徐东升的承诺，顺便让徐丽丽仰慕自己。可万一把事情搞砸了，激怒了张译，那他就成徐东村的罪人了。等一等，张译，你先不要激动，我们再谈谈好吗？你看，留下我们徐东村对你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徐东村和云雀庄园唇齿相依，将来如果有外敌来犯，咱们还可以互相帮助啊。张译挑了挑眉毛，不屑地说道：“敌人？你们现在不就是我最大的敌人吗？打得过就夺走我的一切，打不过就求和，而且还不想付出代价。这个世界上的便宜都让你们给占了，你自己想想可能吗？总之我就一句话，在我眼里，只有你徐春雷有资格来跟我谈，来或者不来在于你自己，但是打不打过江雀，那可就看我心情了。”通过对话，张译对于徐春雷的性情有了一些掌握，胆怯、懦弱，他并不是一个很精明与强势的人，所以张译直接逼迫他做出选择。好了，现在就给我你的答案，来还是不来？你不来的话，我很快就杀过去。徐春雷已经彻底失去了节奏，内心当中张译留给他的阴影无限的放大。他又想到昨天晚上被张译杀成狗的夜晚，我去还不行吗？徐春雷脱口而出，生怕自己丢掉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张译见到对方上钩了，便笑着说道：“那好，那你下午2点半的时候过来吧，那个时候温度稍微暖和点。”张译还是比较体贴的，说完之后不给徐春雷反悔的机会，他直接就把电话给挂断了。而电话那头，徐春雷瞠目结舌，没有想到一时激动就把事情给答应了下来。扑通，徐春雷肥胖的双腿无力地跪倒在地上，一脸的阴沉。完了，我这回死定了。下午2点，张译把装备穿戴齐全，然后来到了窗前，等着徐春雷过来谈判。就在张译等待了一阵子之后，从江对岸杂乱的雪堆与树丛之后，缓缓出现了一个影子。张译举起大狙，用瞄准镜望了过去。就在这个时候，徐春雷想要走上冰面，伸出一只脚踩上去之后，却因为脚底下打滑，直接摔了一个屁股蹲。张译忍不住笑喷了，这尼玛，这就是他小心提防的冰雪系艺人，那个潜力无限的高手。嗨，等一等，人不可貌相。张译收敛起自己的笑容，继续看了过去。可是接下来的一幕让他再也憋不住了。徐春雷跌倒之后就慌里慌张地爬起来，可是由于紧张，没等到站稳，又摔了个狗吃屎。张译捂着嘴，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没想到这徐春雷竟然是个纯逗逼。徐春雷紧张兮兮地看了看周围，生怕被人发现他的窘状。确认了没有人发现以后，他才松了口气，然后小心翼翼地爬了起来，来到了庇护所前面，从怀里掏出 iPhone 42给张译打电话：“喂，我到岸边了，怎么过去找你？你们家附近都是陷阱，我不敢过去啊。”“没关系，我也到了。”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在前方响起。徐春雷抬起头来，就对上了张译那双冰冷带着审视的黑色眸子。二人一个武装到牙齿，一个穿成了球，一个居高临下，
一个气喘吁吁、无比狼狈。张毅总觉得这画面有些滑稽，他想象之中的异能者会面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徐春雷站直了身子，鼓起勇气对张毅说道：“我是来跟你和谈的，我们不要再打下去了，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这场战斗压根就是毫无意义的。”张毅嘴角扬起一抹冷笑：“有意义没有意义，不是你说了算的。作为主动进攻的一方，你好意思吗？”徐春雷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后脑勺：“我明白，是我们徐东村的人有错在先，所以你要怎么样才肯与我们和解？”徐春雷的表现让张毅反而是有些不会了。他原本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包括对方暗中埋伏或者突然发动袭击，最差也是同他针锋相对的争论一番。可是眼前出现的这个胖子，看上去憨憨傻傻的，完全就是一个不擅长社交的死宅。但张毅总是要立威的，他冷冷地问道：“是谁让你们来进攻我的？那个人他必须得死，这件事情才有的谈。”没想到他这么一说完，徐春雷竟然激动地说道：“这个简单，事情是三爷爷拿的主意，他一回去就被你给吓死了。这下子你应该消气了吧？”徐春雷的脸上洋溢着真挚的笑容，让张毅的眼皮直跳。看得出来你挺高兴啊，你可真够孙子的。徐春雷挠了挠胖胖的脸，逝者已矣，活下来的人总得向前看不是吗？而且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们有错在先，所以不能怪你。经过一番谈判后，张毅决定把他收在身边当小弟。